Hello， 欢迎来到雷霆 Lab， 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我是婷。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半年，这些画面也许还显得突兀，但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核心地段，你已经可以很自然地看到这样一幕：五星酒店的一层外立面，临时拉出的餐台，大厨、大堂经理出现在街头，摆摊售卖各式各样的炒菜、点心、早餐、便当。郑州10大豪华酒店之一的永和伯爵酒店，自2025年6月24日开始，在酒店门口摆摊，主要销售粤菜为主的夜市菜品，卤味、烧肉、烤鸭、小龙虾等等。每天下午5点半到7点半营业，最快37分钟售罄，平均日收入可达3万元左右，单日峰值曾经突破10万。广州老牌5星酒店白云宾馆，2025年8月起在地铁口支起早餐摊，5元一根油条，8元一碗粥，每天不到9点售罄，生意火爆到日销6万，市民纷纷排队打卡，直呼卫生、干净、性价比高。这股风潮很快便席卷全国。北京高端餐饮推出卤味摊，上海洲际酒店开设夜市窗口，多家大型酒楼开始卖预制菜、卖小吃，这些摆摊前都大排长龙。顾客表示，5星级的体验，路边摊的价格简直超值。当5星酒店放下身段降维打击，它的爆发力是街边小餐馆、路边摊无法想象的。但如果你只把它看作一种酒店副业，那其实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。如果你经常出差住酒店，也许就会发现近些年许多的老牌5星酒店早已生意萧条。5星酒店收入主要由4个部分构成：客房收入约40%，餐饮收入约45%，会议宴会约10%，其他服务如 SPA、停车、会员等约5%。2018年5星酒店的平均入住率约为75%，而根据中国旅游饭店协会的报道，2023年跌至约62%，宴会会务市场规模下降更加明显。2012年全国宴请市场规模约4200亿元，2023年仅剩约2400亿元，缩水了超过42%。随着住宿、会议、高端宴请等酒店主营业务需求下滑，全国许多城市的5星酒店都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局面。近年来，全国5星酒店正以每年几十家的速度关停，因此他们需要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大众消费市场。对重资产的5星酒店来说，餐饮是最灵活的一只手。然而，传统高端餐饮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在系统性影响下，公务宴请市场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。2011年约3300亿元，2015年已降至1200亿元，2023年仍不足2000亿元，直接压掉了一半的需求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俏江南、湘鄂情、金钱豹行业在2016年后正式进入了去宴请化时代。而中国餐饮市场的最大变量是人口，45岁以下消费者的占比飙升，2010年仅占35%，2023年超过62%。年轻的消费者不再追求排场，不在乎包间与吊灯，不为酒楼场景买单，他们喜欢更清亮的社交场景。他们追求的是性价比、好吃、干净卫生、便捷以及新的体验。从结果上看，夜市、街头和摆摊正在取代餐厅，成为外食消费的主力。中国餐饮总收入从2019年的4.7万亿增长到2024年的5.5万亿，但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快速消费、夜市经济、外卖与预制菜。商务部数据也显示，中国地摊、夜市与小吃街经济年规模超过2.5万亿，这个数字已经接近50%的餐饮市场总量。另外，2023年中国夜宵场景收入超过9000亿元，而且增长远大于正餐与酒楼领域。5星酒店定位着奢华加高消费，正面临巨大的挑战。他们急需一个突破口，缓解经营压力，主动贴近大众，重塑品牌活力。但摆摊真的能让5星酒店扭亏为盈吗？根据中国饭店业协会的研究数据，一个5星酒店的每年的固定成本约为2000万元，变动成本率为65%。当年营收达到5700万元时，才能达到盈亏平衡。但摆摊呢？一个酒店摊位日销1万元属于爆款，年收入约300到350万元，净利润率为15%到20%，
就算全年运营，也只有几十万的净利。摆摊的盈利在5星酒店的体量里属于完全不可见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还要费力出来摆摊呢？主要原因有3个：一、营销创新与流量竞争。5星级酒店摆摊成为接地气的品牌反差营销，吸引年轻人打卡、拍照、发社交媒体，实现高端品牌下沉，增加曝光度。像茂悦蛋挞摊、丽思咖啡摊这样，几乎成了短期流量爆款。第二，季节性库存与厨房产能利用。中秋、春节后会有大量甜品、月饼、酒类库存，摆摊可以以限量价快速消化，同时让厨师、点心房维持产能。3、政策与舆论红利。政府鼓励地摊经济作为灵活就业形式，酒店摆摊显得接地气，反而获得正面口碑。这里的商业逻辑是，摆摊是成本模型补丁，不是收入模型。它不是围绕新的需求重构业务，而是在原有结构无法快速调整的情况下，对闲置资源进行最低成本的再利用。而5星酒店摆摊的风险也不可忽视。一、品牌价值稀释。5星酒店的核心价值是高端、专业、稳定、尊贵体验。摆摊的接地气形象可能让高端宴会客户觉得品牌档次下降，进而影响他们选择酒店真正赚钱的业务，如宴会、婚礼、大型会议、会展、商务餐饮等。2、食品卫生与安全。摆摊场景下，露天环境不可控，食物保温、存储不稳定，任何一次食品安全问题都会导致酒店名誉断崖式下跌。3、财务与经营风险。摊位影响内部餐饮营业额，如客人选择摊位就不选择餐厅，价格卷低端无法回归。一旦让顾客留下酒店食品很便宜的印象，堂食价格恢复困难，资源错配影响主营业务，大厨服务员到摆摊去了，堂食的质量和服务下降，这些都会进一步影响5星酒店的品牌价值。在传统的5星酒店商业模式走下坡路的情况下，怎么样才能在竞争中突围呢？从行业更大的坐标来看，2023年开始，多家产业研究机构都在提示同一现象：中国餐饮正从大盘复苏走向 K 型分化。一端是真正高质、差异化的高体验业态，例如米其林餐厅、人均2000家的私房菜、顶级 omakase；另一端是极致性价比的刚需饮食，例如快餐、外卖、早点摊、夜市等。持续被挤压的是位于中段，既不够好又不够便宜的那一层。这一结构在2024年到2025年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在火锅、正餐人均100到300的价格带里被进一步坐实，要么体验更极致，要么卖得更便宜。5星酒店的摆摊潮正是这场 K 型分化在酒店业里的体现。他们原本站在 K 线的上半段的位置，但相对又达不到更高级的社会餐饮水平，就被结构挤到了中间。而站在中间就意味着想要存活，要么往上爬，要么不得不向下探。摆摊是一种典型的被 K 型结构挤压后的向下边际适配。然而，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，摆摊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持5星酒店的巨大的体量，但摆摊能带来流量，并为5星酒店改革升级赢取时间。想要长期存活和发展，还需要从内部入手。将摆摊顾客成功转化的例子也不是没有。广州白云宾馆、南京金陵饭店用摆摊把部分客人引回内部餐饮业务，但他们的成功要素不是摊位，而是产品结构创新、市场定位年轻化、社交平台分享。多家产业研究机构的结果都显示，新一代的餐饮消费者呈现出了5种偏好：一、看得见的健康；二、低成本幸福；三、味觉刺激；四、逃离感；五、餐饮加体验。具体表现则主要是更加注重食品成分、性价比和体验。在这种需求下，5星酒店应充分利用其供应链优势和后厨团队，为消费者提供健康、放心、价格合理的优质美食，建立自己的餐饮品牌。除了堂食摆摊外，再拓展出外卖、预制菜等业务，进一步扩大 K 型下端的覆盖。同时也通过摆摊进行私域流量的管理，紧跟潮流扩展 K 线上端业务，利用酒店场地优化用餐场景，
为消费者提供更新奇的就餐体验和具有社交属性的餐品。总的来说，摆摊是5星酒店传统业务大幅下滑的经营困境中祭出的一把双刃剑。在 K 型分化的餐饮行业结构中，只有两端有增长，极致价值或极致性价比。5星酒店摆摊并不是走错路，而是这一结构压力在酒店端的显现。从经营数据上来看，摆摊本身并不足以拯救5星酒店，但摆摊可以为酒店带来流量，并为转型赢取时间。摆摊潮还能持续多久？当潮流退去，5星酒店是转型成功，还是陷入更深的危机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这里是雷霆 Lab，我们下次再见。